大哥，啊，拿瓶矿泉水给你。没别问题。知道爷爷平时喜欢喝这个白色的矿泉水，这个是不是矿泉水？这个是酒嘎。是酒。嗯。这个他们卖30块钱一斤，你觉得这如何？这安逸啊。这酒好。这个酒好啊。我们也不喝酒。你们打算要翻修房子了吗？有。爷爷他们准备翻修他们的房子，他说要换琉璃瓦，都已经说几年了。现在房子翻修起来就安逸了哈。房子我这边建好了，那边又想整。你们房子是在你们手上修的吗？还是你们父亲没有？你们父亲修的啊52年。哦，有多少年了74年了。74年了。爷爷舍不得他们的房子，所以说他怕他们以后不做，以后他们的孩子不会去翻修它，就会倒塌，所以说他就说服了他的小孩，然后来把这个房子给重新翻修一遍，给他换琉璃瓦，然后他看到超上面换的那个效果还可以。正好合适。爷爷说我们这个房子修得好，但我们这个房子成本大呀。成本大，都整得好了嘛。啊，就做这些钢管，我们都花了好几千。爷爷说让我去记录一下他们那个房子现在的样子。他说他们到时候换了以后就会是全新的房子，就不再是土瓦了。我刚刚也是用无人机给它飞了一下，大家看，爷爷他们这个房子已经修了70多年了，是他父亲那一辈就修好的。74年了。一共74年了。安迪今年好多岁了？我74了。74岁。他就是在出山年修的。哦，对。就爷爷刚出生那年修的这个房子。那你父亲老一辈在哪里居住？他们是从哪里搬来的？我们从温泉的。哦，也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。爷爷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，也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，不是原住村民。你看他们这个后阳沟堆了很多的柴火，非常勤劳。爷爷说他们现在也不花钱，就是想把这个房子给修好。然后他们的子女现在也是非常的支持。一开始他们的子女不同意，爷爷说想自己花钱把房子给完完全修出来。然后现在有他子女他们支持，就没问题了。早些年爷爷找了好多人来看，那个时候要3万多块钱才能修好，但那个时候这个琉璃瓦刚流行起来就比较贵，现在便宜了，只要1万多就能给它修好。现在就是把这些瓦片给接下来，爷爷说他这些瓦片可能有的还要用，他对这个房子还是有感情的，因为这个土瓦已经做了70多年了。这个是根据地了嘛？这是根据地啊。我在这儿起家去了。这是爷爷来时的路，所以说房子一定要保存好。一定保存好。到时候就是师傅们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让他把那个桌子那里腐蚀了，让他给它积一下。这房屋后面的这些柴火都是爷爷奶奶他们每天日积月累，然后进来堆在这里的。每天砍一根柴火回来，然后用地锯一点一点的给它锯成这种短节的，然后堆砌在这里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上次那头牛卖掉了，这是重新接回来的一头牛，但是我感觉跟上次那头牛长得没什么区别啊。你们这牛在好多钱买的？8800。这里牛又花了8800。其实他们养牛就是为了让它下小牛，然后增加一定的收入。一年快赚好多钱？我也说牛。一年4、5千块钱。一年可以赚个4、5千块钱，就是下了小牛拿去卖啊。如果说给它养大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卖个7、8千，但是也养不了那么大就卖了，有的时候。因为这个楼房什么时候修的？这个是80年。这个楼房是爷爷他自己修的。
那个时候修这个楼房应该很辛苦吧？辛苦，我这个水泥啊，都从9年包不在楼上的呀，不通。哦，大家知道吧？以前爷爷他们修这个水泥房子，他那个水泥是从下面沟里面扛上来的，就是一直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以前是从下面走路上来，就是每一代人走上来都累得不行。如果说像那些没有锻炼过、没有走过山路的人啊，从下面走到这上面来，至少要躺3天。因为我上次有几个朋友，他们就是没来这里玩过，他们来这里，结果从下面走上来，在家里痛了3天3夜，他这脚走路都走不了，下床都下不了。所以说，住在山里面的人啊，是很勤劳、很辛苦的。当初修这个房子花多少钱？这个沙子是弄台，用人家的打沙机，哦，打的沙子，这豆这个软式的这个本地豆的啊。哦，就只有水泥是从下面扛上来的，还有钢筋。那个时候扛沙机，那个打沙子的机器上来也很辛苦啊。辛苦，我是人工抬起上来的。哦，要多少人才能扛上来啊？有7、8个人。哦，要7、8个人才能扛上来，还得摆2桌请人家吃饭。对，那个时候主要是吃饭，不开工勤啊。还有每人饮酒。哦，还给他们买烟买酒。买包烟。所以说以前的人是很淳朴的，就只需要管吃管喝就可以了。爷爷他别的爱好没有，就喜欢喝一点小酒。我的房子好看哦。爷爷他们也是换那个黑色的瓦，跟叉子他们换的瓦一模一样。这种黑色瓦看起来接近土瓦，符合农村的这种样貌。爷爷那天说要给小刘找一个后妈来，没想到真的给他找回来了。你好呀，你现在也是村里面的牛了啊？这头牛应该也不小了，这牛有几岁了？哦，可能这头牛有8、9岁了。上次那头牛有10几岁，这头牛还是要年轻很多岁的。这个小牛才10个月，一岁都不到，不到1岁就长这么大了。这头牛可以卖多少钱？这能卖15千哦。哦，也可以卖个5000块钱。小刘，你对你这个后妈满意不？你看，这牛就不行的了，它大了牛叫唤了。哦，爷爷说这头牛跑不进了，它就会哭，到处走的。这2头牛都好好奇呀。来福，你别吃醋。我看一下其他的动物怎么了嘛？啊，你看来福吃醋了，他不让我看其他牛。嗯。这个牛生来好点。嗯。像我们小时候养牛都是你在山上吃草就行了，他们还要做琐事给它。爷爷说这头小牛养到明年就可以卖个1万块钱左右了。所以说在农村养牛还是很划算的，一定要养一头母牛，然后让它下小牛崽，这样又可以卖给别人，别人又拿去养大了耕地。在农村他们唯一能增加收入的其实就是养猪养牛。像爷爷他们在城里虽然也有大房子，但是他们还是习惯住在山里面。你们成都房子花好多钱修的？2007年就修的。我就花30多万。哇，2007年爷爷他们就花30多万在城里修房子，那也很了不起了。我30几万哦。为什么不去城里住？当时因为这老家有些地方啊，都成都去了，有的地方城市就不大，就不光了。爷爷说担心农村的地没人种，所以说他跟奶奶就把房子修好后，还是选择回来城里，就让他儿子住。现在城里和农村都有房子，这是最幸福的。城里有房，农村有家啊！你们那个城里是几层楼啊？4层。有多大面积啊
有170个平方。我占地就170个平方，那不得有好几百个平方？一共4层。哦，4层楼。爷爷他们也是很厉害的，给他儿子修了那么大的房子。现在老了，回乡养牛养猪，过一点清闲日子。维持生活。对，还可以维持生活，不用找儿女要钱。就减少他们的负担嘛。嗯。他们有年轻人有负担。老一辈都是担心小一辈有负担，为了他们减轻负担，自己到农村来养一点这些牲畜，然后卖点钱，每年也不用向他们要钱。然后现在也有这个医疗保险，比如说生病的话也花不了多少钱。2头牛打架了，其实是小牛比较依赖这头母牛。想在它面前撒撒娇。你估计大水好多地方。爷爷他们这里的环境是非常漂亮的，这前面就是原始森林，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到里面去挖一些黄金来卖钱。这是他们以前修的牛圈、猪圈，还有旁边有一个烤火房。他们主要还是喜欢做木房子，他们不喜欢做这个楼房，所以说这个楼房里面都用来堆柴火的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爷爷他们养了白二和那个逛逛，那2只白狗。那个时候刚生完小狗，就带我们到这里来，爷爷和奶奶就坐在这里。那个时候他们还很年轻。这一晃5年过去了，真的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。爸，我们也不喝酒，你们来喝。奶奶随时都是开心不行啊。奶奶家这个电灯感觉有点暗呀。来看一下爷爷家的兔子，哇，这么大的兔子了，感觉像洋娃娃一样。哦，他每天都是吃这些野菜。这个兔子现在不关它可能都不会跑了。大家看，他们这个房前就是非常漂亮的风景。你家这里要是做几个落地窗，其实还是可以的。大家看，现在这下面也没有蓄过水。他们这水是不关的，常年不断的像这样流淌着。我们往这里过去，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？放柳爷爷家养了好多小羊，然后小羊羔就在这里，特别的可爱。然后过来的话，放柳爷爷就在这里坐着，还要求我们在他家里吃饭。大熊，你主人吗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现在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了。你上来干嘛呀？小朋友，就在家里待着啊。真的，其实挺感慨的。我们来到这里，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方里爷爷和卓长爷他们都还很年轻。那个时候，卓长爷他们养了一只逛逛的白狗，然后刚生产完，然后带我们去他家，好多小狗特别可爱。那个时候他们就自己留了一只白二，然后我们就在他们那里抓了一只去送朋友。现在这些狗都已经不在了，然后旁边放里他们养的羊也全部卖了。现在是这个村里变化特别的大，还好现在这里通路了，他们去上街赶集呀，赶集了也可以打车回来，都方便了很多。所以说我们坐在这里也是有一定的意义的。
至少给村里面的老人也带来了不少的便捷。